下面讲解厚片，同样采用特殊长尾起针的方法。起完针后，先编织加针的临纺区域，之后根据喜好选择是否编织嵌花。这里如果后面想加上绒球，则不需要编织嵌花。不编织嵌花时，使用一种线材编织大平针即可。身体两侧不放行对应进行减针。胸片编织方法与前片完全相同。领肩的位置，除了右侧领肩织完后，需要与前片之前修针的领肩进行合并收针。其余方法前片都有讲解和演示，这里我就不重复讲解了，则往下演示一下新出现的方法，也就是合并收针。大家先学习，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编织。请看演示。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，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，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，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，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。两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，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两个织片正面相对。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，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，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。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也就是同时穿过两个织片的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浮针收针。两个织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，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。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，可以同时穿入两个线圈，后面继续穿入一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同时穿入后面两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我这里两个织片针数相同，继续将它们收完。
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。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。此时后片的制作就讲解完了。完成了前后片的编织，往下进行缝合。这里需要缝合身体区域，以及左侧领尖边缘的几针位置。先来看身体区域的缝合，采用行与行的缝合方法，从边缘一针缝到身体最后一行，也就是胸片这种纹理的下方。再采用针与针缝合的方法，将前后片当螺纹区域重叠起来，这里前片在上，然后挑边缘这种纹理的位置缝几针。这里入针时就挑上下对应的辫子位置缝合即可。反面也用同样的方法缝合。则往下分别演示一下这两种缝合的方法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操作。请看演示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，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，首先找到边缘第一针。边缘第一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，第一种是滑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滑针，只是滑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三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四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一针左侧就是第二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二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二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二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，下方的横线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二针，
这一列就是第二针，正向线圈。这两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划针，同样这两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两个织片上，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两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，例如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针与针都是收针状态下常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可以将其中一个织片结尾预留长线头，将线头穿好缝针，
位于后侧，从靠近自己没有线头的支片上出针，也就是从边缘这一针的中间出针。再从后面这个支片边缘一针的中间出针，然后每次都是从前面这个支片上挑8字。从后面这个支片上挑倒8字，缝几针后可以看一下缝合的位置形成了辫子纹理。如果拉紧，就成了无缝缝合，看不出缝合的痕迹。大家可以根据喜好决定是否拉紧，我继续将这里缝完。这样就缝好了。此时缝合部分就讲解完了。接下来编织领子，先沿着领口区域挑针，然后来回往返编织单螺纹花样，期间需要留扣眼，最后进行收针。这里挑针是在正面，从前片领尖的边缘一直挑到后片这一侧领尖的边缘。入针时就挑边缘的辫子或者2根线，参考图解挑出对应针数即可。这里的入针位置没有固定要求，只要挑完没有明显动眼，织物平整就可以。往下我提供一个领口挑针的方法供大家参考，视频主要是演示方法，大家实际使用1根环形针挑针即可。请看演示。先挑直第1圈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。我们从后片开始挑针，可以发现后片一般分为3段，2个侧边以及中间部分。挑之前可以先根据图纸上的要求，将后片总的挑针数分配到这3段。通常中间都是一一对应挑针，剩下的针数均匀分到2个侧边即可。
例如，我总共要在这个后片挑21针，中间一一对应挑11针，这11针通常就是中间扶针收针的针数，剩下的在2个侧边分别均匀挑5针即可。挑针的这一圈全部织下针，对于这样的侧边，就是挑边缘的几根线，注意要大致均匀。这里我用不同颜色的线演示，方便观看。侧边挑好后，中间一一对应挑11针。完成后，这个侧边继续均匀挑5针。完成后，到了前片位置，将前片总的挑针数同样分配到这3段。例如，我总共要在这个前片挑39针，中间这里我收了7针，因此两边各挑16针，大致均匀分配即可。全部调好后，核对针数，然后将它们均匀分配到3根棒针上。这样，第一圈挑针就讲完了。完成后编织单螺纹，最后需要进行收针。这里使用缝针缝线圈，最终形成单螺纹的纹理。往下我提供一个单螺纹用针缝线圈的方法供大家参考，大家可以先学习。请看演示。我们将中间部分线圈缝合起来。第一针是上针的纹理，按照织上针的方式入针。
调一下线圈。接着从左侧下针后方，在第二针上针纹理位置，按照织下针的方式入针穿线。注意穿入的是线圈。稍微拉紧，注意开始位置一定不能松。接着转到前面，在第一针下针位置，按照下针的方式穿线，调一下线圈。再从前方第二针下针纹理位置，按照上针的方式穿线。注意拉紧，继续按照之前的步骤重复穿线。上针位置从下往上入针，调一下。下一针上针位置从上往下入针，拉紧，然后在下针位置从上往下入针，调下。下一个下针位置从下往上入针，拉紧，继续缝完系腰扣右侧的线圈。缝的过程中出现缝合的线圈过松或过紧的情况，可以随时调整，保持纹理美观。最后，这个线圈也穿下，这样线圈就缝完了，线头顺着纹理藏好即可。此时领子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最后，在这一侧领尖和领子扣眼对应的另一侧缝上纽扣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主体部分的编织就全部讲解完了。下面制作和安装装饰分为条纹、小熊五官、小兔五官、蝴蝶结、领结以及绒球。这里的绒球根据喜好来定，如果后片前面编织了嵌花，则这里制作五官。如果前面是织的纯色大平针，这里可以制作和安装绒球。先来讲解条纹，在前片嵌花图案的上下以及之间的位置，
使用缝针缝出这样的辫子纹理。这里的条纹可以是直线，也可以有弧度。大家可以参考成品效果，也可以根据喜好来定。往下我演示一下缝辫子的方法。首先拿起对应的线材，剪取辫子区域长度3到4倍的线，可以稍留长一点。然后将线从织物的后方穿出。我这里主要演示方法，位置和长度不做参考。预留一点线头，接着从同一个位置穿入。将线留出一个小线圈，这里线圈差不多占据2个辫子的高度。然后从线圈上方对应的位置穿出。再从线圈里穿过，此时形成了一个辫子。继续从同一个位置穿入，留出小线圈。再从线圈上方一点的位置穿出，穿过线圈，注意这里线圈不要扭起来。又形成一个辫子。往下就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对应区域缝完。大家缝完对应区域后，将线从穿出的位置穿入，然后线在背面与之前缝线的痕迹位置打几个结，然后再藏到线里面。另一个线头按照同样的方法，与线的位置打几个结，然后穿到线里面。
这就是条纹的制作方法，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对应的条纹制作完成即可。往下制作小熊与小兔的五官，都是由眼睛、鼻子、腮红和耳朵组成，两款只有耳朵不同，其余方法都一样。同时这里先进行钩织，完成后再进行安装。先来钩织眼睛，采用锁针起针，然后沿着起针钩织一行。先拿起对应颜色的线，这里我颜色随意，左手挂好线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线，接着绕线将线勾出，拉紧起针的线头，往下钩织3针锁针，完成后调此时右往左数的第2个锁针位置，注意钩针上的线圈不包含在内。调锁针辫子的上方一根线，钩一针短针，相邻继续调锁针上方一根线，钩一针短针，然后钩一针锁针，接着调同一个位置钩一针引拔针，引拔针稍拉紧，最后预留长线头断线。这样一个眼睛就钩织好了，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个眼睛钩好即可。接着钩织鼻子，方法与眼睛相似，先锁针起3针，然后挑右往左数的第2个锁针位置，挑辫子上方一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这里引拔针不需要拉紧，图解用椭圆形的点表示。后面继续挑辫子上方一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再挑同一个位置钩一针引拔针，稍微拉紧，然后预留长线头断线。此时鼻子就钩织好了，往下钩织腮红，先进行环形起针，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接着调起针的线圈，钩织8针短针，最后收线圈。
然后在第一针短针上挑针目拧拔，也就是此时左侧横向的这个大辫子，竖向的小辫子是起立针，跳过，挑横向辫子入针钩织。完成后稍拉紧，预留长线头断线。此时一个腮红就钩织好了，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个腮红钩好即可。接下来钩织耳朵，这里我先讲解小熊耳朵，需要钩织2行，使用的线材不同，先参考图纸拿起第一行的线，然后环形起针，之后立针锁针起立，然后钩5针短针，完成后收线圈。这里不需要与第一针拧拔，往下预留长线头断线。此时第一行完成，接着拿起第2行的线材，这里使用这种圈圈纱，需要使用双股，也就是从线团里分别抽取2根线头，线团中心一个，外面一个，然后将2根线头合并成一根线。接着拿起第一行，将反面对着自己，也就是断线的线头放于右侧，然后从边缘短针开始，挑针目接线，然后立针锁针起立，往下钩织短针加针，也就是一个位置钩2针短针，这里边钩边藏接线的短线头。后面继续分别挑短针针目，一一对应钩短针加针。钩完最后一针，进行断线。线头用缝针藏到织物背面即可。
第一行的线头不需要缠，后面需要进行缝合。这样一个小熊耳朵就制作好了，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制作一个耳朵即可。下面讲解小兔耳朵，先锁针起3针。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往下从左侧第2个锁针开始，挑辫子上方1根线，一对应钩2针短针，最后一个锁针位置钩3针短针。后面挑起针的另一侧，折回钩织，在短针的入针位置，这里从3个短针的左侧1针开始钩，挑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钩1针短针，相邻钩1针短针加针。不需要拧拔，此时第一行就钩好了，预留长线头断线。接着钩第2行，同样使用双股圈圈纱钩织，将第一行的反面对着自己，从边缘1针针目接线，往下立1针锁针起立，对应钩1针短针加针，后面一对应钩2针短针，相邻钩织3个短针加针，剩余钩2针短针，最后断线。这个线头藏到织物里面即可，同样棉线不需要藏。此时一个小兔耳朵就制作好了，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耳朵即可。下面进行安装，这里我在织物上随意找个位置演示一下安装。先安装鼻子，将预留的长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找到嵌花图案的位置，
这里实际是安装在前片右上方的嵌花图案位置，在图案的居中靠下一点的位置，使用鼻子预留的线缝合。将起针的线头也穿到背面。两个线头在背面打死结。剩余的线头藏到织物里面即可。这样鼻子就安装好了。下面安装眼睛，将其放于鼻子的两侧，下方与鼻子边缘差不多齐平，然后竖向摆放，使用长一点的线头挑背面缝几针，起针的线头穿到背面，然后两个线头打结固定即可，剩余线头藏到织物背面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完成后安装腮红，放于眼睛斜下方一点的位置。这里需要将织物的反面朝外，则先将线头分别穿到正面，然后缝几针，再打结长线就可以。大家将其完成即可。最后缝耳朵，这里小熊的耳朵放于上方的两侧位置，位置大致合适就可以。兔子的耳朵并排放于正上方，然后使用棉线长一点的线头挑背面任意位置缝几针，最后线头在背面打结即可。同样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五官部分就讲解完了。往下制作蝴蝶结和领结，先来讲解蝴蝶结。这里直接锁针起针，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即可。钩完后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首尾预留一小点线头剪短。接着打成蝴蝶结造型。然后再取同色线，取一段长线头，将线穿入缝针，往下进行安装。
这里我在任意位置演示一下安装，基本都是安装在图案的下方。具体位置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将线穿出，注意预留一点线，然后挑蝴蝶结中心的位置，缝1到2针。为了牢固，大家可以多缝几次。之后线头打结并藏到背面就可以。这样蝴蝶结部分就讲解完了。往下讲解领结，注意这里领结只有一个，在前片右上方图案的位置进行安装，其余位置可以安装蝴蝶结。这里领结采用锁针起针，然后沿着起针绕圈钩织，请看我演示。先参考图纸锁针起针，钩完对应的锁针，完成后立一针锁针起地，然后调左侧第2个锁针位置，挑辫子上方1根线，钩2针短针，后面一一对应钩短针。最后一个锁针位置钩3针短针。往下折回，调起针另一侧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钩完边缘锁针位置，在第1针上挑针目引拔，拉紧，第1圈完成。接着钩第2圈，先立1针锁针起地，然后对应钩1针短针，相邻钩织短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一个位置钩3针短针。后面一一对应钩6针短针。然后钩织1针短针1针放3针。后面钩1针短针，往下大家参考图纸钩织。钩完最后1针，在开始短针上引拔，这里可以不拉紧，最后断线。线头藏到织物的背面即可。往下使用同色线，取一段长线头，然后在织物的中间绕3到4圈，开始预留一点线头，织物往里凹进去。
边绕边拉紧。两个线头在背面打死结。然后使用剩余的长线头安装到对应的位置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领结的制作就讲解完了。最后讲解绒球，这里使用圈圈纱进行制作，完成后根据喜好安装到后片的对应位置即可。往下提供一个绒球的制作方法，具体的大小可参考图纸，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请看演示。使用绒球器制作绒球的方法。常用的绒球器一般有4种型号，型号不同，做出的绒球大小也不同。做出的绒球直径分别为3厘米、5厘米、7厘米和9厘米。大家根据所需绒球的直径选择合适大小的绒球器。一组绒球器是这样的2半，将上面的搭扣都打开。然后将这里的点和圈相对，分为2个弧形，然后取出线材，将线在弧形上缠绕。大家尽量缠得均匀一点。将这一侧弧形大致绕满，或者绕到需要的圈数。一侧完成后，换个方向缠绕另一侧。大家将这一侧也绕完。缠绕完成后，对折，将这里的搭扣扣上。线头剪断。从绒球器中间的缝隙处将线剪开。另一侧相同。接着剪去一节30厘米左右长度的线，从绒球器中间的缝隙处打结固定。线头尽量拉紧一点，到另一侧再打结。
大家多打几个结，固定牢固。然后放开绒球器。揉搓蓬松后，用剪刀将其修剪得更圆润一点。这就是绒球完成后的样子，可以用细绳将绒球固定到织物上。此时绒球部分就讲解完了。最后，如果之前在后片编织了嵌花，可以在上面制作五官及蝴蝶结，然后还可以在下方绣出 S 造型的条纹。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自行完成即可。此时装饰部分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件背心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